这是黄河西岸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落梁代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几年前，一批盗墓贼的出现打破了乡村的平静，公安人员与考古人员联合展开调查，竟然在方圆30万平米的范围内勘探出1000多座两周时期的墓葬。在这1000多座墓葬中，有7座大墓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格外注意。这7座大墓的共同特点是形制巨大，均为南北走向，并且都带有墓道。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考古人员判断，他们很可能是韩城历史上某个诸侯国国君或国君夫人的墓葬。2005年4月，位于北区的19、26、27号3座大墓被列入第一批抢救式发掘名单。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发掘，竟然让一批在地下埋藏了2700多年的宝藏重见天日。在几座大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其数量和规格在同时期墓葬中都属罕见。在26号墓中出土各类玉器500余件，这些玉器的工艺及精美程度，就连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专家看过之后也为之惊叹。这一组组精美的玉器和玉串饰，无一不显示着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状态。27号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8件金器，这些金器大部分都配于墓主人的躯体上，尤其是在墓主人的腰部，好像系着一条由10几个金环组成的腰带。据专家考证，在梁代村27号大墓中出土的金器，无论在数量、工艺和种类上，可以说是在目前国内考古发掘的两周时期墓葬中前所未有的发现。在商周时期，玉器和金器都是稀缺资源，是只有极少数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即使是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其陪葬器物中拥有如此大量和高等级的玉器和金器也属罕见。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宝藏究竟属于哪个诸侯国？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为何会拥有如此的财富？自古以来，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史学界视为先秦和西汉历史的权威论著。在这部鸿篇巨著中，曾清楚地记述着两周时期存在于韩城的诸侯国。根据我们这个文献资料的记载，在这个西周的时候，韩城一个韩侯国，就是周武王把他的儿子分封到这个韩城这个地方，就是叫韩侯国。春秋的时候的话，有个梁国。《史记》中记载，韩城历史上只存在过2个诸侯国，韩侯国和梁国。不过从时间上看，韩侯国存在的时间是在西周早期，而梁代村墓地的年代是在西周晚期，所以韩侯国基本被排除。因此，在发掘初期，考古人员认为墓地的国别最有可能的是梁国。在韩城县城以南10公里的支川，有一段绵延300米的古城墙遗址，这里被称为少梁城。有专家认为，这里就是当年梁国的城池。因为梁国墓地原来没有挖过，对梁国墓地是什么样子，实际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只要是从基望上或年代上推测，和梁国比较相符，甚至也没觉得有其他啥可能性啊。大概是，除梁国再还有啥，好像也不应该了啊。然而，考古发掘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几座大墓中，
考古人员在几件青铜器上相继发现了带有“瑞太子”“瑞公”字样的铭文，说明这几件器物是为瑞国太子和瑞国国君铸造的。为什么既不是梁，也不是韩，而是瑞？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它的器物会出现在梁国的区域？时间回到3000年前，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灭商建周，定都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3个封建王朝周朝。为巩固政权，加强地方统治，周天子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分封诸侯。他分封的人主要就是3类人物，一类就是他姬姓的本家这个亲属子弟，就是姬姓的子弟啊，文王、武王的子弟，当然后来还有周公的子弟也都受到分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参加发生的功臣，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姜子牙，他封于齐，然后就是对先王后裔的分封。相传，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就在梁代村27号大墓中出土了象征诸侯身份的7鼎6簋和瑞公字样铭文。按古代封官进爵的等级排位时，公、侯、伯、子、男5等爵位，公这一爵位的身份地位仅次于天子。27号大墓中还出土了目前发现同时期最完整的乐器组合和象征7命诸侯的7黄连珠。从这些高等级的陪葬品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一定有着异常尊贵的身份和奢侈的生活，这绝不是个普通的小诸侯能够达到的。在《尚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瑞的记载：周成王去世之前，将几位亲信大臣叫到床前，请他们辅佐幼子康王。参与托孤的顾命大臣中就有瑞伯。托孤的时候，除了少公嗣之外，第2位就是瑞伯。所以瑞伯是他按照古文献对这个瑞伯的这个注释里面解释，他是宗伯。宗伯就是关于宗族事务，就是宗族长老这么一个性质的，所以他就是在姬姓家族里面也是很威望。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周初期，与周天子同为姬姓的瑞国，在周王朝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一个周天子的心腹重臣，他的封国究竟在哪儿呢？《史记·秦本纪》注释中对瑞的地理位置有着这样的记述：南瑞乡故城在同州朝邑。这里的同州朝邑指的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地处韩城市以南约100公里。这里是大荔县朝邑镇，据当地人讲，朝邑镇已有1000年历史，它与梁代村一样紧邻黄河。可问题是，既然这里是文献记载中瑞国的都城，为什么带有瑞字铭文的青铜器会出现在韩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在大荔，而墓地在韩城呢？因为依据周朝礼制，墓地在国之北面，而韩城又正好处在大荔之北。这个一般是商周时期一直是，它这个居罗和墓地是离得很近，所以一般有个特点就是往往是，这个
墓地在聚落以北，但是它也是在附近，大概是很少超过几公里以外的这么一种情况。像这么远，你像相差100多公里，这个是可能性不太大。虽然这种假设不成立，而至今在大荔尚未发现任何瑞国遗存。不过，宋代考古图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有人在同州河滨一带拾到过带瑞字铭文的青铜器，有人据此推测，河滨一带就是大荔。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邑在黄河的北岸，也就是说，朝邑的南面是黄河。如果按周代的礼制，墓地不可能选在现朝邑镇以南。同州管辖的地方实际就和现在的陕西渭赖地区差不多，就是管的关中东部地区的若干个县，所以它是同州河滨，就是黄河的边上。黄河边上是就是沿这个像从大理南北一线，但是它没有具体说是某个地方的，只说是这个同州河滨啊，这个可能就包括这些县。既然没有明确的方位，考古图中记载的曾捡到瑞字铭文青铜器的河滨，是不是就是指的韩城梁代村的黄河边呢？这个地方的话，黄河看起来这个黄河特别的宽，实际上2000多年以前这个黄河的没有这么宽。这个是在这个随着这个黄河的这个冲发，这个奶不断的崩塌，这个河面不断的加宽。这个原来梁代群的群庄可能就在朝这个东的几百米，深回的话是1000多米的地方嘛。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过去梁代群的群庄的一个老群庄的最西边的一个那个城墙的一个遗址，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黄河的边上，把过去那个群庄已经全部的崩塌到这个黄河里边去了，唯一就剩了这一点点遗迹。正是千百年来无数次的黄河泛滥，吞噬了大面积的台原地，而在正在发掘的梁代村墓地27号墓以北，还有一条长约400-500米的大冲沟。在冲沟内，考古人员也曾发现过残留的墓葬痕迹。小心啊，小心，小心。其实这座墓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比较大。现在这个边界应该在这个部位。在这个部位。然后它的这个北边界在前面这个平立面比较直的面上。这个距离大概有3米多宽，目前见到。所以这应该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墓。这座墓现在看的话，应该大部分实际上都已经垮掉了。这些东西显示了这个东西出土，最大的可能也是在这个墓地被破坏了一些墓葬，撑到河边上去，被人捡到，收藏起来，所以这有这么一个记载。既然流失在外的带有瑞字铭文的青铜器，均有可能是出自梁代村的黄河岸边，如今又再次发现瑞国墓地，可为什么史记中会出现关于瑞国在大荔的记载？难道历史上有不止一个瑞国？史记中的一个字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南瑞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在这里，瑞字的前面加了一个南，也就是说，大荔的同州朝邑指的是南瑞。既然有南瑞，说明一定还有一个北瑞，而韩城恰恰位于大荔的北面，由此专家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断。有梁代村的发现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可能它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它那个可能就真正的应该就是南瑞，可能就是大荔，原来记载的这个地方，北瑞嘛，有可能就是现在韩城梁代村附近的这么一个发现，把这个等于把北瑞这个东西就考古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南瑞北瑞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出现在2个地方？它们是同时期存在的吗？在西周时候就是有这么几种现象，一种就是分封时候，
就是他封了这一块地方以后，大概就是把好多人都封在附近了，已经没有地盘再给这个人封了。这个人比如说还有其他或者这个家族吧，还有其他功劳，由于什么原因，网友想给他赏一块地方，这就没有地方，在原来的地方已经周围被别人占了，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他的地盘了，那就可能给另外一个地方他会划上一块地方，赏给一块田地或者赏给一块叫菜邑吧，这然后就在那地方他就可以把他们自己人迁徙在那地方，有一部分人也可能迁过去。他觉得那地方好的话，他可能全部就迁过去。按照张天恩的推测，瑞国分为南北瑞2个时期，早期为南瑞在大地，在西周晚期因为某种原因迁至韩城，这个阶段为北瑞时期，也就是梁代村墓地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古瑞国，一个在史籍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古老神秘的王国，通过考古发掘一点点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然而仅凭发掘的4座大墓仍然无法清晰地了解一个王国的历史脉络。瑞国在韩城存续了多久？瑞国的世系是怎样的？在这片厚实的黄土之下，还埋藏着这个王朝的哪些秘密？考古人员期待从墓地北区的3座大墓中寻找更多答案。根据墓葬规模和带墓道的形制，专家们推断，这3座大墓应该也属于诸侯或诸侯夫人墓葬。当时在发现这几座墓，有认为就是大家基本上认为这应该和南区一样，就是几代国君的墓葬在北区，至少是应该2代，3个代墓当中应该是至少是2代人在这儿居住。然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却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更大的疑问。502号墓室中随葬有5辆整车，并有单独的车马坑和一个马坑，并且有兵器，这说明墓主人身份尊贵，很可能是一代瑞公。然而接下来在墓室中却只出土了一组陶器和3顶2簋等少量青铜器，出土器物如此之少，大大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33号墓更为离奇，除了墓主人身上佩戴的9件玉器，在整个墓室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别的陪葬物，特别是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青铜器。这么大的墓中，怎么会连一件青铜器都没有？这让考古人员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同样的疑问也在560号大墓中出现。560号墓中出土了14件青铜器和少量玉器，虽然出土物比33号墓丰富，但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是做工粗糙的明器，并不能代表墓主人身份。而考古人员所期待的铭文，在3座大墓中也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让考古人员异常疑惑，这3座大墓都有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简陋的陪葬器物与墓葬的规模和带墓道的形制完全不相符。过去大家认为是带墓道的墓，一般都认为是国君墓，不是国君墓就不能带墓道。既然带了墓道，它可能就是国君墓。根据墓葬中出土文物和残留的骨骼，专家推断，560、502号墓主人为男性，33号墓主人为女性。这3座墓葬的年代均为西周晚期，早于北区的4座大墓。这3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如果他们不是诸侯级，那么之前考古界关于带墓道的就是诸侯级以上的理论将被推翻。如果这3座大墓是诸侯及诸侯夫人的墓葬，那么又如何解释陪葬器物简陋的现象呢？张天恩查阅了大量资料，找到了一位出现在史籍中与这3座大墓同时期的瑞国国君。可以联系到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周厉王时候，周厉王30年吧，这个瑞国的一个国君，也是叫瑞伯，
他叫瑞良夫，他就给权力的周厉王，就是先周厉王是那个荣夷公，与民增利，他是希望能节俭，能让把这个不要活老百姓去争夺利益啊，王室应该考虑要对节俭这方面要高，所以他既然自己这样提倡，他是不是就是以身作则的去这样去做了？那么，大墓中年代最早的560号墓主人，会不会就是这个提倡节俭的瑞良夫？不愿奢侈浪费的他，在死之前下旨薄葬，甚至摒弃了传统的陪葬规格，只在自己墓中随葬了简单的冥器。而他的儿子502号墓主人也遵循父亲薄葬的观念，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因为它里面兵器啊这些东西显示它是有国君这个身份的，而且这个它那个兵器钺和27号墓都是一样的，形制是一样的，它应该身份还是接近的，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孙子手里、成孙手里就不一定了，所以27号墓显示了特别的丰富。从简陋的560、502和33号墓，到极尽奢华的27、26号墓，再到时代最晚的28号墓，专家们推算出了瑞国在韩城的延续时间大概为200年。几座大墓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瑞国的兴衰变迁。最初迁到韩城时，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后，逐渐强大，至27号墓主瑞桓公时期达到顶峰，不仅曾打败强大的秦国，并且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不过，瑞国的辉煌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是在公元前640年，瑞被秦所灭，从此消失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直到2700年后，梁代存古墓的发现，才使这个谜一般的古国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件件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让人们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古国开始刮目相看。这个给后人留下众多宝藏的神秘古国，还曾发生过哪些故事？梁代存古墓群的1000多座中小墓葬，到底是陪葬坑还是平民墓？从中又会有哪些对瑞国新的发现和解读？